大家好，我是元猫。有过海外生活经历的朋友，想必都有深切感受，海外生活的便捷程度远不及国内，尤其是外卖和快递，在这两个领域，没有任何一个地方可以和国内相提并论。曾听到过一个有意思的说法，国内的外卖平台叫饿了么，国外的外卖节奏主打一个饿死了吗？因为国外的外卖送餐时间都很长，配送费还不便宜。2025年，中国外卖市场规模成功跨越 1.8 万亿元大关，用户渗透率超过了 53%， 其中25到35岁的中产家庭在外卖消费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他们每月在美团、淘宝、闪购等平台上的外卖开销常常轻松突破1000元。然而2025年3季度，美团、阿里、京东3家平台为补贴外卖业务，总计投入了614亿元的巨额资金。然而当中产家庭的抗风险能力不断弱化，这种随时随地都能享受到的便捷服务，或许并非如我们想象中那般理所当然。中国报告大厅2025年外卖相关行业报告显示， Z 世代在外卖订单中的占比超过 60%，25到45岁的主力消费人群更是占据了外卖用户基数的 82%。2025年3季度，美团为在激烈的外卖竞争中抢占市场，增加营销开支163亿元，阿里的相关费用更是激增340亿元，京东也额外投入111亿元，3家平台总计烧钱614亿元，才让20元吃热饭成为了日常的消费常态。更为关键的是，平台补贴并非可持续的商业模式。美团 CEO 王兴明确表态，外卖价格战是低质量的恶性竞争，必须坚决反对。当补贴逐渐退场，外卖价格回归到真实的成本水平，大多数人是否还能够凭借自己的收入维持现有的消费习惯呢？答案恐怕并不乐观。多数中产家庭的子女在求职时，往往倾向于选择朝9晚5坐办公室的岗位，对配送、家政等服务业岗位的接受度极低，并且绝大多数人秉持着体力劳动低于脑力劳动的观念。然而矛盾的是，他们的生活却高度依赖这些被轻视的岗位。2025年，我国服务业在 GDP 中的占比已达到 54.6%， 服务业就业人数占比也突破了 48%， 但社会对服务业劳动的尊重程度却在持续下降。这种我享受服务天经地义，我从事服务绝不可能的双重标准，正是阶级惯性幻觉的核心体现。他们在潜意识里将自己归为服务的支配者，却忽略了一旦平台补贴退去，服务价格必然会回归真实价值，届时他们未必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持续支付相关费用。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24年发布的薪酬数据，我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月均工资为6428元，即便是一线城市的基层白领，税后收入大多也在8000到12000元的区间内。在扣除房租、通勤等必要开支后，可自由支配的餐饮费用实际上非常有限。很多人认为自己能够拥有优越的生活，是凭借自身的高学历和强能力，却选择性地忽略了父母的经济支持。他们将父辈在房产增值、行业红利中积累的财富视为自己与生俱来的阶层优势，完全混淆了出生红利与个人能力的界限。阶级惯性幻觉并非凭空出现，它是中国经济转型期的时代背景、中产家庭独特的教养模式以及社会认知偏差共同作用的结果。这3大因素相互交织，让很多人把红利期的偶然机遇误当成了阶层固化的必然结果。1990到2020年这30年间，中国 GDP 年均增速高达 9.2%， 这段时期不仅是中产家庭形成和壮大的关键阶段，也是当下25到35岁人群的成长时期。在这一黄金时代，许多家庭通过早期购房，抓住金融和互联网行业的发展红利，实现了财富的快速积累，形成了努力就能向上攀升的乐观认知，并将这种观念传递给了子女。然而2020年之后，经济增速逐渐放缓至 5% 左右，行业红利也在逐渐消退。到了2024年的时候，灵活就业市场的招聘职位占比已增至 15.2%， 而投递人数占比更是一路飙升，一年高过一年。就业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显著加剧，但中产子女却依然延续着父母的路径依赖。很多人认为自己能够像父辈一样轻松获得稳定的脑力劳动岗位，并持续享受服务红利，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成长的黄金时代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并非永恒不变的常态。中国中产家庭在子女教育上的投入，在世界范围内都堪称惊人，而且其中绝大多数的资金都被投入到脑力技能培养中。
用于生活技能训练的支出则少之又少。这种教养模式使得中产子女从小就形成了体力劳动与我无关的错误认知。小时候，他们以学习为首要任务，家务劳动完全由长辈包办。长大后，又以工作为重心，认为只要手中有钱，做饭或者其他家务都可以通过外卖或者家政服务来解决。长期以来，社会舆论习惯于用职业来划分阶层，将坐办公室的工作归为中产阶层，而把送外卖等工作归为底层。这种标签化的认知在中产子女的心中根深蒂固。2025年青年职业价值观调研显示，68%的中产子女认为从事服务业会导致自己的阶层下降。然而，权威数据却有力地反驳了这一观点。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报告显示，灵活用工平台中本科、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占比超过60%。暨南大学的调研也指出，超过40%的新型灵活就业求职者学历达到本科及以上，与传统就业求职者的学历比例已十分接近。尽管如此，在中国，职业等于阶层的固化观念几乎深入人心，只能从事脑力劳动，更是所有中产家庭子女从小就被灌输的思想。当经济增速放缓，行业红利消退，就业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这种阶级惯性所营造的泡沫幻象正处于破碎的边缘。那些他们自认为永远不会涉足的生活，其实距离他们仅有一步之遥。中国中产的抗风险能力远比我们想象中脆弱。在35岁以下的年轻中产家庭中，绝大多数的可支配收入都被用于住房、教育等刚性支出，几乎没有任何风险缓冲的空间。因行业裁员、资产缩水而导致的中产返贫案例屡见不鲜。一旦遭遇失业，很多白领可能会从点外卖的人瞬间转变为送外卖的人。所谓的阶层壁垒在现实的压力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实际上，有长期海外，尤其是欧美国家生活经历的人都明白，欧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交一样的税，一样的社保，领差不多的工资，差不多的退休金，也都是差不多的社会地位。有的时候甚至体力劳动的收入更高。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属不同社会阶级的观念，恐怕只有在东亚几个奉行学历至上的国家才会如此根深蒂固。但现实情况是，持续了几十年的学历通胀已经逐渐稀释了脑力劳动的优势。更何况，未来基础的脑力劳动岗位还将面临人工智能的严峻挑战。2025年，中国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1179万人，其中本科生占比 62%， 硕士研究生占比 18%， 但同期传统白领岗位的需求量仅增长了 12%， 远远低于毕业生的增速。这直接导致大量高学历人群涌入灵活就业市场。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的数据显示，灵活用工平台中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占比超过60%，与传统就业市场的学历结构差距正在持续缩小。这些数据清晰地表明，当脑力劳动岗位供过于求时，学历将不再是阶层护身符，脑力劳动等于阶层保障，不过是一种虚幻的认知。一个普通白领的平均月薪与外卖骑手的收入实际上相差并不大。阶层的本质在于价值创造，而非职业标签。拿着相近的工资意味着创造了相近的价值，从本质上来说属于同一个阶层。更何况，许多服务业同样能够创造出高价值并获得丰厚的回报。外卖自由的幻觉本质上是对阶层的一种误读。人们把时代的红利，甚至是父辈所享受的时代红利，都当作是自己的个人能力，把职业的标签错误地视为阶层的边界。我们应当以理性的视角看待自己的优势，用尊重的态度对待每一份劳动。毕竟，红利终有耗尽的一天，补贴也不可能永远持续。只有自身的能力和良好的心态，才是永远的阶层保障。真正的中产，并非永远是那个点外卖的人，而是无论从事何种工作，都能够凭借自己的能力活得体面有价值，这才是阶层的真正内涵。好了，关于这个话题，您有什么想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元猫，我们下期再见。